炸，兄弟们，我们的 GOAT 乔恩琼斯又出来口出狂言了。第一个，我从来没有吃过类固醇，我没有打药，我对打药不感兴趣。就这话说出来，咱别说全民信不信，就骨头自己他也不信啊。骨头说他从来没有用过类固醇，他说他体内残留的药渣是因为他用过一种补剂，而且那种补剂是一种被污染的补剂，他也是不知情的。他还说含量非常小，只能用最昂贵、最先进的科技才能检查得到。最后他又来了句，这些东西不能提高他任何的运动表现、赛场表现。我都无语了，兄弟们，我承认骨头的强大，但我更承认他的邪恶，他打药根本没得洗。UFC 214他与 DC 的2番战，虽然说高手给 DC KO 了，但是赛后检查出体内激素含量严重超标，被称为药骨。刚拿到的腰带被剥夺，比赛被判为无结果。而时隔1年半，他与瑞帅的2番战，地面砸拳终结了瑞帅。赛后依旧查出体内激素含量异常，瑞帅团队说骨头绝对打药了，他要上诉。而骨头团队说啥呢？这次含量比较微小，可能是上次打 DC 没有排干净。可见他上次用的有多狠，兄弟们，啥被污染的补剂1年半还没有消化完啊。但是值得一提的是，骨头之前用的药物放现在来看都已经合规了，但是他绝对主动用药了，兄弟们，他那个量太大了，脑袋都尖尖的。第二个，骨头在看待托普利亚和马切夫的旷日大战的时候，他说两个人都是非常优秀的选手，但是如果让他选择更相信一个人能赢的话，他更相信托普利亚。说实在的，虽然在轻量级托普利亚被盖奇暴揍一顿，但我感觉他跟马切夫真有的打，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好像只把马切夫当做唯一的对手，他的所有训练都是围绕着马切夫来展开的，他的所有减法训练好像都是为了应对马切夫，强化防摔，强化地面防守，为了应对马切夫的摔柔，把自己的战力全法叠满，只为了在战力上能重创马切夫。其他人他都没放在眼里，但是不过半路杀出个盖奇，给他干破防了。我个人相信马切夫是能战胜托普利亚的，但是不会像盖奇那么摧枯拉朽，因为托普利亚的技术几乎都是围绕马切夫展开的，就技术而言他绝对不吃亏。他吃亏的是啥？他体格太小了，马切夫在轻量级就跟那猩猩一样。反正在轻量级我觉得两个人绝对有的打，但我更看好马切夫。骨头则是更看好托普利亚，这个也很正常。他说托普利亚的真力技术更加的出色，马切夫的摔跤更强，还表示托普利亚有更多的降服技术，这个我个人感觉还是马切夫的降服技术更多，降服能力也更强。他主要说的是托普利亚的 KO 和击倒能力，这是无可比拟的，比马切夫强很多。琼斯个人感觉也很纠结，但他更看好托普利亚。当然他也说如果让他选择一个能战胜托普利亚的选手，他就说马切夫。骨头最后也是给托普利亚猛吹了一波，说托普利亚像一个未来的战士，他的自律、谈吐、职业规划实在是太超前了。托普和骨头这两个人关系应该挺不错的，我老看到这两个人商业互吹。第三个最逆天来了，骨头认为健康正是心态的狼王齐马耶夫能够所向无敌，甚至说能干翻汤姆马斯皮纳尔。这骨头吧，他不只是个狼吹，兄弟们，他更是个狼仙儿。他是多么的憎恨汤姆啊，贬得汤姆一文不值，甚至说都赶不过中量级的世界冠军。这个大家看个乐吧，兄弟们。骨头现在也越来越颠了。但记者问巅峰狼王和巅峰你谁更强的时候，他还是不谦虚的说还是他更强。最后又补了一句，在我的巅峰期，我是当之无愧的最强。果然啊，骨头跟任何人相比还是更爱自己。最后骨头也聊聊自己的低谷，还有对 DC 的看法，这个没啥重要信息，咱就不聊了，兄弟们。